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要来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话，在 The Hope 的里面，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在神的面前可以被改变，在神里面可以被改变。那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唱一些歌，不是只是参加聚会，改变我们生命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它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已，但是神的话语启示的是一位爱我们的主。And all His words point to Him。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曾经被神的话语改变。And I hope 今天，不管你今天是来到教会多久，或是今天第一次踏到教会来，I believe 神的话语要进到你生命中，来帮助你，要拯救你，要让你经历到你前所未有经历过的自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等一下念完，我们就会念完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坐下来。But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第2章第1到第7节，这边有很多的名字，我一定会 I will screw it up, so have grace. OK， 那时凯撒奥古斯都颁下谕旨，我知道是谕，我之前先查过了。I look it up. 谕旨。然后还叫 Google 念给我听 ，OK， 谕旨，他命令罗马帝国的人民都要办理户口登记，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正值居离纽任叙述亚的总督，叙利亚总督，谢谢大家，大家都回到本乡办理户口的登记。约瑟因为是大卫的家族，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镇赶到犹太地区的大卫的故乡伯利恒，要和以许配给他怀着身孕的玛利亚一起登进。他们抵达目的地时，玛利亚产期到了，便生下第一胎，4个儿子。他就用布把孩子裹好，安放在马槽里，因为里面没有房间了 ，because there was no room. There was no room. 好不好？你可以转向你旁边的人，帮助我把今天讲到的主题给他，跟他说 ：“This is the home that you've been looking for. 我一直在寻找的家，我一直在寻找的家。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This is home, and the home is where the Father speaks. 在你的家里面，是我们要听我们的父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主，我祷告你的话语可以释放在我们中间。God, you know I study, I prepare. 但是若非你亲自说话，这一切就只是人的话语。但是当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人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这是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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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ll right， 大家可以请坐 ，Please have a seat. Home 家这个字是我们还非常年轻，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的一个概念的一个 idea 的这个 concept。只是我们还不认识 Nintendo、iPhone， 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东西之前，我们大致上就已经知道什么是一个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 concept， 这样子的一个 idea。但是虽然这个 idea 这个 concept 是我们从小出生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但是这个词这个字 home 家，却是要我们用一辈子来定义，甚至来寻找它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家到底是什么？家只是一个你把你所拥有的东西放在的一个储藏的一个地方吗？或是家只是一个你晚上回去睡觉的一个地方吗？我也是 more than that， 还是这是比我们想象的还来得多？那8年级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
8年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我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8年级的时候，你正在进到青春期的时候，所以当你进到青春期的时候，你的很多的东西开始在改变，你的身体开始在改变，你的身体开始有一些之前不知道可以长毛的地方就开始长毛 ，right？ 然后yeah, that's weird, right？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也发现你人生追求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忍者龟了。And you're like, oh, you discover something called girls, right? 所以你在8年级的时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尤其男生，你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figure everything out， 你在试着在了解这所有的不同的东西。But what makes grade 8 really hard for me？ 对我来说，8年级为什么这么的艰难？不是只是因为这些事情，因为8年级的时候，我换到一个新的学校。那在加拿大，8年级就是国中的最后一年。那我换去这个学校是8年级的，就是上学期一结束，下学期的开始，所以我是中间转进这个学校的。当你在8年级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学生们都已经有他们认识的朋友了，他们也是因为这是国中的最后一年，所以已经没有太多人在寻找交新的朋友。所以当我是一个转学生转进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在下学期进去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天我上学的那一天，我带着我的午餐走进到学校的 cafeteria 的餐厅，那我看到the whole room, the whole place 到处都是充满着不同坐在一起的人。那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们彼此的类似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哪些是打曲棍球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很壮的 ，like hockey players. In Canada, hockey 就是像 it's like religion in Canada. If you're a hockey player, you're like God, right? 所以只有一群人坐在那边，然后有一群是可能就是那种校花，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种校花们，就是那种超级漂亮的坐在那边。那我还记得我那一天站在餐厅拿着我的中餐。望眼看过去，看到不同人坐在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心里在想的是，我应该坐在哪里 ？Where should I sit? Where do I belong? 我应该归属在哪一个桌子？我应该去找哪一个团体？我应该去寻找谁可以再跟他们一起坐在一起 ？Where do I actually belong? 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到现在都还在问的问题吗？虽然我们很多人，大部分的人今天在这里，可能都已经不是8年级的一个国中生了，但是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我们今天多么的大，我们里面其实都还有一个国中的那个小男孩，或是那个小女孩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小男孩跟这个小女孩一直不断的在寻找，我今天到底归属在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Where do I actually belong？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位置到底在哪里？今天到底是哪里有我的一席之地？那在这些问题的疑问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It's a very simple question。这个问题就是：Am I actually significant？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人？ Am I significant？ 那这个世界很想要帮你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也很开心想要告诉你你是重要的。But I want to break it to you。我想今天是圣诞节，跟你们讲一些真实的话。Okay， 第一个，没有圣诞老公公。Oh no! Oh no! I just saw some kids kind of talking, ask them out.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But I'm a pastor. I cannot lie. Oh no. Okay, that's the first truth. Now the second truth is this. 第二个真理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残酷的事实。OK， 这是残酷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会告诉你是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的东西。所以你可能是一家公司一家店的 VIP。那只是因为你在那边消费非常多而已。That's why you're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because you spend a huge amount of money, right?
我曾经是一家航空公司的 VIP， 因为我在过去回到台湾这10年来，常常飞，每几个月就飞，每几个月都飞很多长途的。但是过去这3年 COVID 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办法飞了。以前他们每年都会寄一个卡片给我，现在已经不再寄卡片给我了。我还在等我的那个 card 寄到我这边来 ，but no，I lost my VIP status。我今天如果站在他们的那个贵宾室前面 ，they're not gonna let me in。I'm no longer important to them， 因为我过去这几年没有在他们中间消费。所以这个世界可以告诉你，你是有价值的，你是重要的。不过大部分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你身上得着他们想要得着的。In fact，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方式，试着尝试的每次在告诉你，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重要，其实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那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约瑟带着玛利亚要从拿撒路到伯利恒 Bethlehem 这个地方。Why was he doing that? Why was he doing that? 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她其实是怀孕，而且是非常怀孕 ，like 可以这样说吗？是 ，It's just very pregnant. That doesn't scientifically, it's not accurate. You're either pregnant or you're not, but like she's almost about to give birth. 她肚子已经大到，如果今天是上飞机的话，她是上不了飞机的那种 ，right？ 但是她必须从拿撒勒到 Bethlehem 这个地方，中间这个旅程大概要7天的一个旅程。她要7天坐在一个驴子上，从 Nazareth 到 Bethlehem。OK， 自己从脑袋里面帮我翻译一下。OK，Bethlehem 就是伯利恒。So they're coming to Bethlehem， 他们来到伯利恒，来到 Bethlehem 的时候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为什么约瑟需要带着她已经怀孕这么大的一个肚子的太太，从这么遥远的地方去到那里？只是因为罗马政府在那一个时候决定，这是最美好的一个时候，让我们来做一个户口的调查。It's because they decided，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census，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在这几天做这样一个 census， 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回到他们的家乡。那对政府来说，做一个 census 户口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知道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有多少人，这样他们才可以去分配他们所需要的资源。So it's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这是对他们讲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做户口调查的时候，也是这个世界告诉你，你只不过只是一个数字而已。You're just a number. You're just a number. And sometimes inside of us， 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数字？那今天一整天聚会下来，我们会maybe 2000多个人在我们的中间。你今天可能坐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还挤不进来在外面。But I just want you to tell you， 不管你今天是谁，你今天坐在哪里，你都不是只是一个数字。You're not just a number to us. You're somebody that we've been praying for. 你是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的。We're doing all this， 因为我们 we want to get to know you. We love you guys. Now， 约瑟跟玛利亚 ，for them， 他们当下可能感觉他就只是一个数字，必须去做别人要他去做的事情。但是最挑战约瑟他的自我认知跟价值，不是只是他们被逼的在这个时候要去做这个户口的调查，而是我们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Because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will really challenge， 会真的去挑战约瑟的 sense of significance， 它里面的自我价值那个感觉。这边说到，当约瑟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发现到那边没有任何的房间。Literally in English， 他说 "There's no room for him"， 没有任何的空间预备，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让他跟他怀着大肚子的太太待一个晚上。There's no room for them。那你要知道，约瑟他不是带着玛利亚，那种兴致冲冲、兴致勃勃。
OK， 都可以。这不是带着他的老婆，然后觉得说我们在那个最 peak season 的时候，我们跑去巴黎去度假，好不好？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找不到旅馆，你找不到任何的空间，那是正常的。你是跑到一个也不是你的家乡，也不是什么地方。But that's not true with Joseph, is it? Because 约瑟是带着他的老婆回去到他的家乡，回去到本来他应该属于他的地方。因为第4节这边说，约瑟因为是大卫家族的人，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赶到犹太地大卫的故乡伯利恒。英文他直接讲说 ，because he belonged to the house and the line of David。伯利恒是他的家乡，伯利恒 is the place where he's supposed to belong。所以当约瑟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到他应该是他归属，找到归属感，应该可以找到他应该是属于他的家的地方的时候，但是却发现那边没有任何的空间留给他的时候， that has got to hurt on the inside。在里面一定是非常的痛，因为当应该接受你的人后来拒绝你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学生，拿着你的午餐站在学校的餐厅，然后不知道你坐在哪里，你该坐在哪里，不知道你该属于哪一个桌，不知道你该 where you belong。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拿着你的中餐站在 cafeteria 的话，那也罢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回到你的家，然后要吃年夜饭、团圆饭的时候，发现桌子上没有留一个桌子没有留一个椅子给你的时候 ，that's a different story。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to Joseph. So when he goes back to Bethlehem， 他发现到那里没有一个空间留给他，他心里一定是碎的。那 you know probably why 没有一个空间留给他？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他的家人来接待他 ？Because of Mary， 因为玛利亚是怀孕的 ，and it was a scandal。对他们来说，他们感觉这是一个丑闻。你怎么还没有跟 Joseph 在一起，你就已经怀孕，而且你还跟我们说是圣灵 ？Who knows？ Well, I know what you do, Mary. I've seen your IG. I know 你们这是确定是圣灵吗 ？And so nobody wants to host them. 没有人想要接待他们，没有。He went back to 该属于他的家的地方，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预备了一个房间来接待约瑟跟玛利亚。所以他在里面在问的问题就是：这里真的是属于我的地方吗？ Is there really a place for me here？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问的问题。从我们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到长大，到出了社会，到了你有自己的家庭，到了你有自己的孩子，你都还是会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今天进到一个新的公司里面，你也在问这个公司到底需不需要我？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到底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甚至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话，你里面可能你来到这边，你可能在看到这么多人，大家都哇好喜乐好开心，然后哇每个人看着光鲜亮丽，they look pretty， they look nice。And you think to yourself， 这里真的有我属于我的地方吗 ？Do I belong here？ 这边每个人讲话都是国语讲不清楚的，我国语讲的非常清楚。Do I belong here？ Do I actually belong here？ 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属灵。Do I belong here？ Well, the answer is yes. Yes, you do. Yes, you belong here. 这是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这是你的教会。This is your church.
我有时候在跟我们教会不同的可能刚来到教会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来了2个礼拜、3个礼拜，来一个月。当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哇 ，Peter， 我觉得你们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你们的教会。”那我每次都会怎么样？停住这个人说 ：“Wait a minute， 你来多久了？”哇，我来了2个礼拜了。我就说 ：“Wow then， 这已经不是你的教会了，这是我们的教会。This is our church， 这是我们教会。所以今天你在这边，可能从我们然后开始就已经在这边，或者是你才刚来 ，right？ 这就是你的教会。Just to let you know， 反正这边很多都是新来的人，所以你就算只来了1个月，你还是可以算是老手，因为教会就只有3年多而已。OK，so in fact， 你等一下4点钟再跑来，然后跟4点钟的人假装你是来很久了 ，OK。Right， 你说其实第一梯来没有关系，你都已经比4点钟来久了 ，OK，right， 所以等一下4点钟他们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welcome 他们说，哎 ，welcome home， 我来厕所在那边，咖啡在这里，副堂在那里，市集在那边，我带你走。别人问说你来多久？说啊不重要，比你久，比你久，welcome home，welcome home，OK，it's OK， 这边是可以装手的一个地方 ，OK，right，this is your church。This is your church. This is your home. But for Joseph and Mary， 对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地方 ？They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Because 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一大群的家人跑出来拥抱他们，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的人来接待他们，没有人跟他们说：“哇，好久不见。”没有人跟他们说：“哇，约瑟，你怎么也发福了？不是玛利亚怀孕吗？” Nobody said that. Instead, all they found， 他们唯一找到的就是一个又冷、又暗、又孤单的一个马槽。只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玛利亚、约瑟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5星级的饭店。What would have warmed their heart， 不是一个5星级的一个 service。他们在当时其实最需要的只是一个家。That's all they needed at the moment。他们在当时只需要一个家，他们只需要一个家，对他们说：“你属于这里。There is a place for you here。这边有你的位置。那你属于这里，这是你的家，这里有留位置给你。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这句话代表了2件 very basic 的事情 about our sense of belonging。这代表了你是被爱和被接纳的。You are loved and accepted。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只想要接待在我们心目中感觉比较完美的人。那这个完美标准都不是神的标准，都是你自己的标准，都是你自己的标准。Right， 你的倾向、你喜好、你的这些的你的喜好这些的东西，都是透过你自己的标准来定义你觉得完美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都只想要接纳在我们心目中感觉到完美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因为你每个人你心有这个想法，你也觉得每个人都是用这个想法在看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害怕，如果有一天别人真实认识我的话，知道我没有这么完美的话，我是不是还是会被接纳？我们觉得今天如果我要被接纳，我一定要隐藏得非常的好，我一定要某些东西永远不可能秀给人家看，有些东西我们不敢诚实的敞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真心的敞开的话，别人不一定会接纳我，别人不一定会爱我。但是我们里面都还是有个渴望，就是我们想要完全的被认识，也完全的被接纳。That desire is still inside of us。我们都想知道，虽然对方可能知道我不完美，但是他还是会接纳我。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胖了10公斤，我的老婆还是会让我回到家。We all want to know that, even if I want to know that。如果今天我讲超级烂，下个礼拜我回来，你们还是会Yeah, Peter, good to see you。We all need that。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在我们的里面。But here's the thing, though。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声音，
这个小小声音都在告诉你，你没有办法被爱，因为你 ，and you fill in the blank。你可以自己去填空这个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你这个空格所写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空格。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空格，说因为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被爱跟被接纳。因为你是这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是这样的，所以不会有人真实的爱你或接纳你。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oday， 今天我想要告诉你，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于神的。It's not a voice from God。那个声音是你的羞耻在跟你说话。It's not the Spirit of God, it's just your shame。不是神的灵在对你说话，是你自己的羞耻在对你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羞耻感 ，and we all carry them。你今天外面再怎么样子，每个人里面都还是会有个羞耻。这个羞耻感在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被认识，也完全的被接纳。我们里面都有个羞耻感，会这样子，就是当我们今天踏进到一个群体的里面，看到一大群人的时候，不管你是进到公司，或是你在朋友圈，或是来到教会，你都会有一个感觉，我们都会这样子，我们会去观察这群人，他们看重的是什么？这群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这群人他们 celebrate 欢庆的是什么？这群人他们 value 的是什么？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然后你里面的那个羞耻，就会告诉你，他们所重视的，你绝对不是；他们所看重的 ，whatever it is that they value, you are not. You are not. You are not. 不管你可能已经有，但是你里面还是会觉得，只要是他们重视的，我一定是比别人更少在这块的里面。所以有可能你今天可能进到一个教会的里面，因为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大家看重的是爱神，大家看重的是神的话语，大家看重的是圣洁的生活，大家看重的是圣灵的果子，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你观察，这是大家看重，你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你说 ：“I will never be that。”我一定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这个样子。这个羞耻心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真实的属于这样的一个地方。But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oday， 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于神，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地狱。It's the voice of the enemy。他想要透过你的羞耻，让你自己觉得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归属、属于你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可以卸下你的面具，真实的被认识、被爱、被接纳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说“家”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你一个让你可以被爱、被接受的地方。但是第二个，他在讲的也是，它是一个你可以被重视和保护 ，a place where you are valued and protected， 重视跟被保护。那玛利亚在当时，她是一个 she's pregnant， 她怀孕，大肚子 ，right？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怀孕的女生真的好恐怖哦。我知道有些人在想说，我的老婆没怀孕，她也是。现在这个时候，老公千万不要看着你老婆。Or you're gonna have a very lonely Christmas night， 自己睡在沙发上面。Don't look at your wife right now。如果你要看着你老婆，如果你现在任何时候要跟你老婆说任何一句话，只是跟她说牧师不懂你。You're different, OK？ 我们会觉得哇 ，pregnant women are scary because 他们有好多的要求，好多的需要 ，right？ 而且当你的老婆是怀孕的时候，她要求什么，她要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你的使命必达。如果她要这个，你一定要帮她得到。right？ 如果她凌晨1点钟跟你说，老公，我想要喝永和豆浆 ，you know you better get your butt out of the bed。你必须从床上马上爬起来，而且不是只是去你家旁边的那个永和豆浆，是去永和买豆浆。The real one, the real one， 你必须去到那真的那一家店 ，right？ Because 你知道 ，a pregnant woman 她有好多需要，而且你需要去照顾她。But you know, it might seem like 可能感觉好像一个怀孕的妇女，
她有很多需要，但是其实一个怀孕妇女的需要其实只是非常的 simple 简单。It's just like I said， 她只需要感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到。你怀孕的太太需要知道，她在你眼目中是重要的，不是只是因为她怀了你的孩子。她需要知道说，她不是只是一个生产的机器人而已。她要知道，你看重的不是这个孩子的健康，而是这位妈妈的健康，你太太的健康。这位妈妈她想要知道，她今天跟着你在一起，她会被你保护。今天走在街上的时候，你是搂着她，你是保护着她的。You're protecting her。但是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怀孕的人， whether we're pregnant or not， 我们里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需要被看重，我们需要被重视，我们也需要被保护。你今天可能是一个女生，你今天可能是40几岁的男生，都还是一样，我都还是有一个需要知道我是被保护的。I have that need, you have that need。这些的 need 就是一个家应该要给我们的，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是被爱、被接纳、被重视、被保护。And 这样的一个 deep feeling， 这样的一个感觉会在我们的心里面，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花一辈子去寻找一个地方，可以提供这几件事情给我们。那 isn't it interesting? It's so weird because 你可能从小长大的环境，你的家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你可能从小在家里面，你没有感觉到被重视、被爱、被接纳、被保护。你也可能从小，不仅你的家是这样子，你朋友的家也是这样，你家人的家也是这样，你所有看过去每一个家庭都是破碎，都是没有真的被保护、被爱、被接纳，但是你里面还是有一个渴望。还是有个 that desire, you don't even know where that came from， 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过，但是里面却有这样的一个 desire 在你的里面。You know why？ 因为这个 desire came from a memory， 是你已经失去一个记忆。这个记忆是当你还没有创造在地上的时候，被创造在地上的时候，你曾经有的一个家。There was a home。Even before you breathe your first breath， 当你睁开你的眼睛的时候 ，you came from a home. You came from a home. 你是从家被生到这里来的。And that's why inside of you, you look for it. And 你会花你的一辈子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家。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关系到另外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只是想要寻找被爱、被接纳、被看重、被保护。我们也有可能会从不同的教会跑到不同的教会。今天有些对你们来说，今天这已经是你今年第18个教会了。Ouch! And you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of us that won't quit. 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 ：You don't give up looking for that. 不管你经历过多的失望、失落、背叛、伤心、破碎，里面都还是有个声音说 ：I still believe. I still believe. I can find a place like that. 不管我们今天是几岁了 ，I still believe. 我可以找到一个真实我被爱、被接纳。被看重、被保护的一个地方。Now it is in this moment， 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带着你们一起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一群人。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group of people， 这群人非常特别，不是因为他们身份很特别，而是他们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群牧羊人。在第8节这边说到，在当晚伯利恒郊外有一群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忽然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非常的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告诉你们，一个有关万民的大喜讯。” A good news today. I bring to you today good news.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位救主，That
That's the good news。有一位救主为了你们诞生，他就是主基督。今天不管你在什么城市，今天不管你在生命中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今天不管你在生命中是走到什么样的地方，都有一位救主为了你诞生。That's the good news。他就是主基督。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儿包着布躺在马槽里，这就是给你们的记号。So when the angel show up， 他出现，他第一句话跟他们说是什么？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看到天使 ，you're gonna be scared， right？ 上个礼拜 Pastor Simon 跟我们讲 ，right？ 你看到天使说，哦 ，what is this？ 哦，但是这群的牧羊人，他们绝对不是只是当天才知道害怕的感觉是什么。because 我们人生一辈子都走在害怕的里面，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害怕被人完全的认识，我们害怕把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秀出来。This is why 你连 po IG 的 story 都要 po 好几次才把它 po 上去。It's just story 24小时就disappear， 你还要 po 好几次 ，because you even that you know it's not forever， 你都还是想要再重拍一次，来再一次。That's why you took you know。Because 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恐惧，如果有人真实认识我，会被拒绝。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踏进到神的好消息的里面 ，If you want to step in the good news， 你第一个要先踏出的是你的恐惧。You have to step out of your fear. Fear is not your home. That's not where you belong. Even though it's been with you for many years， 可能恐惧在你身上你陪着恐惧已经走得非常久了，你手牵的都已经握在一起，都已经绑在一起的，牵条红线了。But that is not your home. Your home is where the good news is. 好消息的那个地方才是你的家。所以这群的牧羊人，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他们是在郊外伯利恒郊外的一群人，伯利恒郊外的一群人，他们当时听到天使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之后，16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连忙进城，他们就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以及躺在马槽里的婴孩。当他们找到玛利亚跟约瑟的时候，在这些牧羊人出现之前，玛利亚约瑟那天晚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晚。It was a hard night， 不是只是因为玛利亚已经骂死约瑟，你就好好给我订个房间。It's not that。那天晚上是个非常悲惨晚上，因为 the night that you give birth to your child， 你生出你孩子的那一天晚上，你一定是希望旁边是一群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希望旁边是一群可以跟你congratulate you 的一群人，你希望有一群人是跑过来给你一个拥抱的，你希望旁边只有一群人是你所认识的。但是那天晚上没有这群人，那天晚上只有玛利亚、约瑟 ，a crying baby Jesus， 然后一群的马，那是猪本。You just want these, you just want them, you just want these horses. You don't want 你想要的是人，但是你看的是一群人嘛。所以那天晚上 ，all Mary and Joseph had was a dark, cold, lonely manger. 但是突然间，当他们3个人在那边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听到一个声音。And then 约瑟看着玛利亚，玛利亚看着约瑟。你有认识谁吗？有谁说今天会来吗？没有啊。玛利亚问约瑟：“你是不是把它 po 在 IG 的上面 ？Are you that desperate, Joseph？ 真的需要这么你把我们的 location 都把它弄出来，是不是？为什么 ？Who is here？” 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瑟跑出去把这门一打开的时候，一打开门就看到一群的牧羊人站在那边。那一门一打开，那个味道就进来，因为牧羊人是有味道的。And smell, they do smell, they really do smell, right？ 门一打开，那牧羊这一群不是一个那个社会的高知识分子 ，they're not the upper echelon of society， 他们不是一群，他们就是牧羊人。
他们门一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就走进来，哎 ，Mary、Joseph， 哇哦，真的是你们哎！因为我们一群人在旷野，然后突然间，我们大家说我们看那个天使，但是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 because 我们吃了一些那种 mushroom， 然后我不知道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幻觉还是什么。But you're real, it's really you, and is that a baby？ 那是 baby 吗？那是 baby 吗 ？Right？ 他们一定跑过来，因为当时他们不是华人，所以他们不会跑过来说要穿多一点。华人在每次看到你的 baby， 一定会讲要穿多一点。已经包到这样，你还要怎么样？穿多一点，那个布不够，穿多一点啊！不要怕，会感冒。那当时他们可能拿出他们自己 ，because 牧羊人自己 maybe 有他们自己带的汤，打开他的汤来，我分一点汤给你喝。然后所有的牧羊人那边说 ，Hey, can I hold the baby? Can I be the first one? Can I hold the baby? I mean, this is kind of cool. I get to hold like the Savior in my hand. 那因为玛利亚跟约瑟不是华人，所以他们愿意让人家抱他们的 baby. Here, take it, take it. 然后抱着 baby, and they're holding the baby. 说牧羊抱着 baby, they're laughing, they're joking. 他说 ，Wow, he's so cute. And 一个牧羊说，哇，不，他为什么看起来跟约瑟你长得很不一样？很尴尬，对不对 ？Awkward, but that's what family do. It's awkward. We make it awkward for each other, but that's family. 家就是这个样子。That's family. 所以这群牧羊人当天晚上进到这个马槽里面，他们彼此的喧哗，彼此的问安，彼此的拥抱 ，and all of a sudden， 突然间，这就不是只是一个马槽了。突然间，这变成了一个家。It became a home。这群牧羊人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家不是我们找到的，家是我们过去一起去建造的。That's what these shepherds show。他们在这个家里面，他们跑过去找到了玛利亚跟约瑟。In this home， 他们找到了玛利亚跟约瑟。你知道被寻找到的感觉是全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Because 圣经说 they found Mary and Joseph。被找到的意思代表说你是有价值的。被找到的意思代表说有人的脑袋里面在想着你。当你还不知道这个人在想着你的时候，他已经在想着你了。当你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you are in the mind of somebody else, and somebody's doing the effort, paying the effort， 付上那个代价，为了要来寻找你。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feeling to be found. To be found. They found Mary. And what a wonderful feeling to be found.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我曾经失丧，但是我今天被寻回。And Mary and Joseph found. They were found by these shepherds. 那这些的牧羊人找到玛利亚跟约瑟 ，It's incredible that this happened to them because 圣经告诉我们，这群牧羊人，他们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在旷野的里面，他们在伯利恒的郊外。第8节这边说，当晚伯利恒郊外有一群牧羊人看守的羊群，说 they were outside， 他们在郊外。为什么他们在郊外？因为牧羊人是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的。他们必须去到所有有绿草地的地方，带着他们的羊。他们是在不断的移动的。They have to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哪边有绿草地，他们就要去到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所有牧羊的人都是非常的孤单的，因为没人想做这个工作，没人想做这个工作。大卫他是一个
非常孤单的一个牧羊人，所以他的爸爸都忘记他的存在。His dad forgot about him。摩西因为他人生犯着一个错，所以他逃跑的时候，他也成为一位牧羊人。He's running away from his past. He just wants to be alone. It's better to be alone than to be with other people. 这群牧羊人他们是非常孤单的一群人。But here's the amazing thing about the story. 这故事特别就是，这故事是一群孤单的人，牧羊人。去找到另外一群孤单的人，玛利亚跟约瑟，然后在一起成为了家人。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孤单的人，找到一群孤单的人。我跟你保证，坐在你旁边的人比你还孤单。That's why 他们在外面，我们都在外面愿意大排长龙，跑来这个地方。It's okay to be lonely. You get lonely? Me too. Me too. 你有些的感觉在里面，觉得你是被排挤的。Me too. 你里面有些的羞耻，让你觉得如果有人完全认识我，我会被拒绝。Me too. 所有的友谊的开始，都是我们看着彼此，认识彼此，知道彼此，然后说 "Me too"， 我也是，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会孤单。I get lonely too. Well, I lead a church. I have team. I have a wife. I have 2 kids. But I still get lonely too. It's okay to be lonely.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需要等到你不孤单的时候才开始建造一个家。有没有可能你正在寻找的那个家，是你必须去打造的那个家？The home that you're looking for is the one that you have to build. You gotta build it. You gotta build. 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会打造一个家，叫你直接跳进来而已。我 tell you to build it. 我 treat you like family. 我 be like get to work. Get in a group, 认识彼此 ，be a part of this, be a part of building this. We're not gonna be, we're not, 我们不会寒暄吗？寒暄不是寒暄，就是 reserve. 含蓄，我们不会一点的含蓄说啊，再看看这样。No, get in the group right now. 参与在团队里面，参与在彼此的生命中的里面，认识彼此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cause 这是需要你来打造的一个家。We don't just find a home. We build one. And when we build one, we are found. 我们就被寻找到。这群的牧羊人来到了玛利亚跟约瑟的面前。And that night, they built a home for them. But what really spoke to my heart, 对我来说最特别的，是在他们打造完这个家的时候 ，when they built this home, after they built this home， 他们那天晚上所做的事，其实预表的就是这位 shepherd， 这位大牧者，耶稣基督来做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牧者，他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来打造一个家。所以，使徒保罗，他曾经是敌对神、敌对教会、敌对神的百姓，但是他后来有一天被耶稣找到之后，他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城市的教会。他在这封信里面告诉他们，不是只是一个神学的论述，而是告诉他亲身的经历。保罗这样子跟他们说，他说从此 I love that 从此 doesn't matter 你为过去是什么， doesn't matter 你以前所发生什么样的事， doesn't matter 你过去的家庭是怎么样，从此以后 consequently 你不再是外人或是过客，你们与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
家里的人。Jesus Christ came， 就是要让你跟我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你是神家里的人，耶稣基督他今天来到世上，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永远都是扛着一个行李到处的跑。我在说的不是只是一个 actual 一个 like a remote 还是一个真正那个行李，我在说的是你常常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关系到另外一个关系，抬着你的行李。然后永远你到一个地方，你就把你的行李打开来 ，and then you live out of the suitcase。你的东西全部还是放在行李箱里面，因为你随时打算马上 pack up 就可以走。但是今天我想要鼓励你，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把你的行李箱打开来，把你的衣服拿出来，放到衣柜的里面 ，because this is your home. This is your home. 可以把你的行李箱收起来。今天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让主耶稣基督他可以真实的踏进到我们生命中。He wants to step into your life today. 他想要成为你生命中的帮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一个我们在寻求的归属感。所以把我们的手，右手或左手都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上。我想带你们来做一个祷告，我想为你们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今天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线上、现场或在 Overflow 转播区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带到你面前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家，我们在寻找那个归属感。但是今天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家。今天在这个里面，这个家我们可以找到，是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要一起来建造。今天我们说这是你我的事，我们要参与在这个家的里面。今天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任何的孤独感，有任何的一个羞耻感，你都可以，你的声音可以跨过、超越这个羞耻感跟这个 sense of loneliness， 直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指引我们今天真的在你的家里面找到我们的一席之地。谢谢你在你的家里面有预备给我们的一个位置，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的信实。好吧，我们大家还是眼睛闭着，没有人在看，头低着，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今天想问我们当中多少你从来没有把你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没有把它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今天你可能来过教会，你可能听过福音，但是你没有说主，我今天要把我生命完全的交给你。今天如果那是你，我想带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让你知道神他爱你，他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洗净不仅是你的罪，他洗净也是你的羞耻。所以今天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十字架的大能，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回到家的里面。今天他在带领你要回到他家里面。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其实你说主，我需要你洗净我的罪，我需要你洗净我的羞耻。等一下我数到3的时候，我还邀请你可以把你手举起来。当你手举起来的时候，等一下我会为你祷告，没有人在看，这是你跟神的一个时刻。This is just between you and God。等一下我数到3的时候，我要邀请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每一个人，我想带你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好不好？我数到3，如果想要跟着我做这样祷告，可以把手举起来。1、2，你预备好了吗？3，如果你想要接受 ，I see you， I see you， 我看到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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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看到你 ，I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you， 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I see you in the back，I see you in the back。如果你在线上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神看到你，神看到你，神看到你，好不好？继续举着。现在可以再把你的手放到你的心上，好不好？因为我们是一个 family， 我们是一个家人，我们就一起带着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们大家一起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我也谢谢你，耶稣，你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充满着盼望。
我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一起说 ，Amen，Amen。好吧，我们继续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Let's worship。 Everything is changing n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Miracles are breaking out. Your presence is among us n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hope and fullness of joy.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I'm trading mourning for dancing. I'm trading sorrow for joy.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hope and fullness of joy.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It's in your presence. I'm trading mourning for dancing. I'm trading sorrow for joy. There's freedom here in your presence. And everything is changing now. And everything is changing n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Miracles are breaking out. Your presence is among us n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